26号，中日韩三国外长会时隔4年多举行，三方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2天时间里，三国外长还分别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中日韩密集互动对外释放何种信号？备受期待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有望尽快重启，需要哪些条件？来看看报道。 当地时间11月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韩国釜山同韩国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洋子共同出席第10次中日韩外长会。王毅表示，中日韩合作已成为东亚地区机制化程度最高、覆盖领域最广、内涵最丰富的多边合作架构，切实服务了三国发展，造福了地区人民。中日韩合作发展历程表明，三国合作具有深厚基础、强劲需求、巨大潜力和广阔前景。王毅指出，在重整新装再出发之际，有必要重温中日韩合作历程和成果，坚守初心，锚定方向，坚持将中日韩合作未来10年展望等领导人共识落到实处。重中之重是继续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精神，尊重彼此发展道路及核心利益，妥处敏感问题，维护良好双边关系，为推进三国合作全面重启、行稳致远打下坚实基础。放眼长远，我们还要结合新形势、新格局、新环境，赋予合作新内涵、新使命、新抓手。三国的合作其实面临一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样一个局面。比如中方提出了我们要加强尖端科技领域的合作，另外我们之间的这个人文交流，尤其是这个青少年之间的交流也需要加强。然后我们还要共同应对环境问题，还有老龄化等问题，这些是我们需要努力拓展的一些合作领域。朴振、上川洋子积极评价中日韩合作取得的进展，认为三国是搬不走的邻居，三国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和巨大潜力。中日韩三国外长同意在安全、经贸、科技等6个领域推进合作，不断扩大共同利益。三方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中日韩三国从2008年开始每年举行领导人会议，但由于各种原因，过去4年并未举行。路透社指，此次外长会三国同意重启合作，为领导人会议铺平道路，是缓解亚洲邻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最新举措。韩国外交部一名官员介绍，由于时间紧张，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难以在今年内举行，但有望于明年初重启。27号，韩国外长朴振在接受韩联社新闻台采访时，再次表达了对中日韓領導人會議的期待，并指出此次三国外长会气氛非常友好。 그리고 가장 중요한 것은 이제 3국의 정상들이 만나서 이러한 그 미래를 만드는 3국 정상회의를 준비해야 되는데 저희들이 가장 편리한 시기에 그리고 가장 빠르게 이러한 3국 정상회의를 앞으로 준비해 나가자. 그런 준비를 가속화해 나가자. 이런 데 합의를 했습니다. 在27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也回应了相关提问。三方应共同努力，相向而行，为领导人会议取得积极成果营造良好氛围。 在三边会见前，中日、中韩、日韩也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见。26号，王毅与朴振举行2小时会谈，是中韩外长继今年7月在雅加达会面后再次会面。双方同意积极开展韩中外交安全对话、副部级战略对话、1.5轨对话，并加强各层级战略沟通。 路透社指，在25号的中日外长会上，日本外相上川洋子表示，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同中方举行安全会谈。上川洋子表示，在日本排放福岛第1核电站处理水后，日本正在寻求中国解除对所有日本海鲜相关出口的禁令。日本共同社注意到，中日领导人在亚太经合组织非正式会议期间举行了会谈，并在有关核污染水的问题上，就通过对话弥合分歧达成一致。双方确认了在专家层面立足于科学展开讨论。 此次在外长层级，双方也正力求以同样的方式推进。共同社指，中日韩领导人会议若能举行，日本也将从韩国手中接棒成为中日韩合作机制的轮值主席国，为下一阶段的领导人会议做准备，并有望为王毅外长访日创造契机。 报道指，随着中日关系步入正轨，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也有望展开。2007年启动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是两国政府间重要的经济领域综合对话机制。目前，中日已经举行了5次相关对话，最近的一次于2019年4月，由王毅和时任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共同主持。韩日两国外长26号也举行了双边会谈。公众号玉渊谈天注意到，三国间一系列双边会见都超出了原本预计时间，可见谈得十分深入。
入且充分。此外，从日韩外长的公开表态来看，两国对于同中国改善关系并促进中日韩三边合作的态度十分积极。其实，中日韩合作它是一个三方的，是一个小多边的合作。这个多边合作和双边合作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促进和相互影响的关系，要用这个多边合作去滚动双边合作的轮子，同时也要通过妥善的处理双边关系来保障这个多边合作有序健康的开展。中日韩外长会也引发外界高度关注。韩国《每日经济》刊发社论称，中日韩外长会部分扶正了韩国以韩美日为中心的外交路线，从这点看意义重大。当前外界对东北亚安全担忧日渐加剧，因此这次中日韩外长会显得更有价值。美国广播公司则认为，韩国和日本是美国的重要军事盟友。此前，美日韩加强军事安全合作，对中国释放了消息负面的信号。然而，随着本月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这也为首尔、东京和北京改善关系提供外交空间，重振三方合作。香港南华早报称，经济是推动恢复三国外长会的主要因素，三国在促进贸易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数据显示，2022年中韩中日贸易额分别为3623亿美元和3574亿美元。中国一直是韩日最大的贸易伙伴，远高于韩日与美国的贸易额。不过，报道也点出，目前韩日在华盛顿的印太战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迫于压力，两国对华政策难以出现大幅改变。中日韩合作，它有一套自己独立的逻辑和这个必要性，因为从安保层面来看，中日韩这次三国的外长都强调，我们三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可以在地区内起到一个减压阀的作用。三国在经济层面，已经拥有了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的非常成熟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合作体系。这种成熟的体系，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另起炉灶、重新建起来的。相关话题来连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陈向阳。陈先生您好，中日韩外长会时隔4年再次召开，三方同意为尽快重开领导人会创造条件。您觉得这意味着什么呢？对三国双边关系有何影响？成立中日韩领导人会以来，中日韩合作已经发展成这个地区合作机制最为完善、合作领域最为广泛的这个地区多边合作框架。那么中日韩合作近年来遭受了一些挫折，我个人认为呢，可能存在3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呢是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导致各方的交流与往来产生很多不便。第二方面呢是由于日本美化这个2战侵略历史，那么导致呢对中国和韩国的民族感情造成重大的这个伤害。第三方面呢是由于美国印太战略的影响下，日韩的对华战略的政策出现了一个重大的倒退，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和民族感情。那么这次中日韩外长会时隔4年重新召开，也表明了日韩对中日韩合作重要性重视程度在上升，也表明了日韩对华政策有所调整。但是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何时能够召开，还要取决于看日韩对华政策调整有多大幅度，日韩的对中日韩合作诚意有多少。会上，中日韩外长也商定尽快恢复三边合作，实现合作正常化。那目前中日韩有哪些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从整体来讲，中日韩合作的意义非常重大。首先，第一个呢是中日韩合作可以推进三国的这个经济合作，赋予三国的经济发展需要，满足三国人民的这个民生需求。第二个呢就是中日韩合作有利于促进三国的这个社会人文交流，夯实三国友好的民意基础。第三个呢，就是中日韩合作还要对地区安全有重大的益处作用，有助于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第四个方面呢，中日韩合作还有于带动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趋势，能够触动整个东北亚、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经济一体化的一个进程。从各方面讲，就是中日韩合作对中日韩三方以及其他的相关第三方都是积极有益的，也是值得各方共同推进的。我们注意到，三国外长在釜山也分别举行了双边会见，并就自身关切表达交换了意见。双边关系的稳定对于中日韩小多边合作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那么，在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之后，中日韩三国弥合分歧、展开合作，是否也面临着新的契机呢？
中日韩合作呢本身它具有很重大的利益，就是刚才讲过，就是中日韩合作有利于对三国的经济发展，对三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对整个促进地区局势的和平与稳定，对促进整个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经济一体化的势头是有积极帮助的。那么从这个上面讲，中日韩合作是具有一个很深厚的共识，所以也推荐中日韩三方合作。另一个方面呢，就是中日韩合作，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在美国缓和对华政策，将美国对华政策从脱钩转为去风险化，尤其是中美领导人在旧金山会晤上强调了共同管控风险危机，这也对日韩紧随美国印太战略对华进行围堵恶毒的这种政策呢，造成重大的强大的这个政策压力，也迫使他们呢转向积极的对华合作，企图通过这个中韩三边合作来促进中日双边关系的一个发展。第三个呢，就是在整个全球国际局势都非常紧张，尤其是东北亚和朝鲜半岛局势非常紧张，日本跟韩国的经济形势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那么日本、韩国呢也希望跟中国能够这样合作，能够从而获得这个它的经济合作的利益，从而呢也为管控和缓和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局势呢做出积极的贡献。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交往历史。然而，当前中日关系面临复杂严峻形势，其中既有长期存在的老问题，也有外部干预的新挑战。外界注意到，本月中旬，中日领导人在旧金山举行会晤，双方重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为两国关系改善传递积极信号。国际社会期待中日关系走出谷底，为亚洲及世界带来更多机遇。近日，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到访深圳，并接受了深圳卫视的独家专访。来看看他对中日关系及东亚产业链有何独到解读。今こそまさにこの日中の首脳会談が開かれた契機としてですね、これを次につなげ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そのためにこの米中の以下にかかわらずですね、例えば気候変動問題とか、あるいは貿易というのはコロナのパンデミックのようなものに対する対処の仕方とかですね、あるいは福祉の問題とか教育の問題とか若者の交流とかいろいろある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ういう日中間の問題を今こそですね、議論をしていくきっかけにするべきじゃないか。当地时间11月16号，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山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会见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时隔1年，中日两国领导人再次举行会晤，重新确认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两国关系定位，对外释放中日关系稳定发展的积极信号。谈及此次旧金山会晤，鸠山由纪夫表示，中日关系有希望，也一定会改善。同时，他也指出，中日双方在对话交流時需要拋開大洋彼岸的美國因素。私はやはりこの米中の関係がどんなであっても日中の首脳会談が随時開かれるような環境を作っ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谈及中日关系一段时间以来遇冷的原因，鸠山由纪夫认为与日本长期以来在外交安保政策上过度依赖美国有关，导致当前中日友好交流被中美关系的起伏所影响。鸠山由纪夫还提到日本国内对中国经济高速发展所产生的负面声音，这是日本政府需要慎重思考的。日本がこの30年間と言っていいと思いますけれども、ほぼ経済が全く成長しない、むしろ国民の生活はより厳しくなってきていると、こういう状況の中で中国がもう今は日本の GDP の4倍になるというぐらい急成長してきている。でお隣の国が自分たちが生活が厳しくなっているのにどんどんと豊かになってきているというのを感じて、そのことに対する妬みのようなものがですね、国民の中に起きてしまう。でそれが
米中の緊張感と相まってですね、中国脅威論とか、あるいは台湾有事だ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が懸念されてしまう事態になってしまっている。ですから、この中国の急成長というものが大きな理由でありますけれども、日本側にですね問題を抱えているというふうに言うべきではないかと思いますね。今年76岁的鸠山由纪夫于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担任日本首相，任期内树立了亲近中韩等邻国的政治形象，并积极推动与中国的多领域交流合作。卸任后仍长期致力于中日友好交流。目前在多所中国大学担任名誉教授。2013年1月，鸠山由纪夫以个人身份与妻子鸠山幸前往南京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期间他鞠躬致歉。参观结束后，鸠山由纪夫为纪念馆题词“友爱和平”，并在署名时特地把名字鸠山由纪夫的“由”字换成了“友”字。这一举动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响，也令无数中国人记住了这位在南京留下中日友好印记的日本前首相。日中関係はなぜ大切だと思いますか？日本人と中国人、この民族的にも大変に近いですし、当然国としてもお隣の国であると。私たち日本人は中国から漢字をはじめ多くの文化を学んできています。お互いにさまざまなものを学び合ってきて成長してきたわけですよね。歴史的にほとんどの時代は学び合っていたのですけれども、このご案内の通り日本が中国を侵略をしてしまった一時期が大変不幸な時期でありました。そのことで日中間のわだかまりが完全に消えてい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も日本と中国が協力をすることによってウィンウィンの関係を作っていくことができる。お互いに学び合ってきたものを生かしていけばですね、それは喧嘩してしまえばお互いにルーズルーズになってしまいますよ。深圳卫视注意到，开放合作始终是鸠山由纪夫在专访中的高频词。事实上，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促进地区合作的重要倡议之一。在他眼中的东亚共同体内涵丰富，涵盖经贸、教育、文化、环境保护、能源、医疗等多个领域。其中，建立互信的经济共同体是推动形成东亚共同体的基础。在全球市场经济的背景下，鸠山由纪夫提出，中日韩三国应当结合各自的产业特点，相互合作，整合为更高效的产业链。而 RCEP、CPTPP 等区域贸易协定正是产业链整合的基础。2021年，中国正式提出加入 CPTPP 申请，释放出中国要推进高水平、高标准对外开放的积极信号。另一方面，涵盖中日韩三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已经启动。今年4月，日本正式完成 RCEP 批准程序，而谈到中日韩自贸协定 FTA 迟迟没能签署，鸠山由纪夫认为这是令人遗憾的。2012年，中日韩三方正式宣布将启动 FTA 协商，至今已经历多轮谈判，仍未能最终落地。值得注意的是，刚刚结束的中日韩外长会上，三方同意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还在会中表示，尽快重启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保持区域经济一体化势头，完善多渠道、多层次的地区自贸安排，为迈向亚太自贸区这一共同目标做出贡献。日中間の FTA というものが交渉が遅れている。それは残念に思いますが、ある意味でこの RCEP、我々は RCEP と言いますけれども、その RCEP は日中間を含んでますから、その日中間の FTA の一部のようなのにも見られ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したがって RCEP をいかに有効に動かしていくかということが大事であると思いますし、また今お話しあったこの CPTPP に関して中国が申請をされていると。私は日本は
それを応援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っています。菲律宾近期不断拉拢域外国家到南海搅局。27号，菲律宾和澳大利亚结束首次在南海进行的3天联合海空巡航，但在期间，菲方还不忘为自己刷存在感，对外宣称本国1架飞机遭2架中国战机所谓跟踪绕行。27号，在北京的一场研讨会上，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世存提醒，域外国家企图通过介入南海谋求地缘政治利益，菲律宾也希望壮大声势对中国施压。但如果菲方继续铤而走险，采取冒险行动，中国一定会坚定反制。菲律宾和澳大利亚25号开始在南海进行首次联合海空巡航，菲方派出了德尔皮纳尔号大型巡逻舰和南达沃号运输登陆舰以及5架侦察机，而澳大利亚海军则派出图文8号护卫舰和1架 P8A 反潜巡逻机。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布劳纳26号声称，一架非空军参与巡航的 A-29B 超级巨嘴鸟攻击机受到2架中国战机跟踪与绕行。当被问及与澳大利亚的联合巡航进展如何时，布劳纳说一切顺利，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布劳纳还宣称，澳大利亚飞机并没有受到中国战机的跟踪。A-29超级巨嘴鸟攻击机由巴西航空工业公司主导研发，是一款螺旋桨式飞机，主要用来实施高级飞行培训、空中侦察和轻型空中支持等任务。作为轻型攻击机和现代战斗机喷气式攻击机相比， A-29超级巨嘴鸟性能不算突出，防护性能也较低。就在此次菲澳联合巡航开始前2天，菲律宾刚刚结束与美国在该地区的联合巡航。在美国的幕后支持下，菲律宾近期不断拉拢域外国家介入南海，引发外界对地区安全形势的普遍关注。27号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海洋争端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南海议题被高度聚焦。我注意到，中外专家普遍认为，域外国家的搅局成为了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主要因素。这些讨论不仅反映了学术界的见解，也映射了当前地缘格局的复杂性。中国作为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以及本地区的重要国家，始终坚持和平解决争端的立场，强调通过对话和合作促进地区稳定。中国南海研究院创始院长吴世存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也表达了对菲律宾与美澳联合军演以及所谓联合巡逻的深切担忧。他强调，菲律宾的行为违反了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增加了南海地区的不稳定因素。那么，通过联合巡逻，从这些国家来看，一方面给中国制造麻烦，在他们看来，如果再不进入南海，中国在南海一家独大了。那么谋求通过和菲律宾，因为菲律宾邀请我来的，我就跟菲律宾搞联合巡航啊。我虽然不是南海沿岸国，但是菲律宾邀请我来进行联合巡航，我没有理由不来。通过双边协议，那么以这种方式在南海插一只脚，谋求它的地缘政治利益。吴世存也提醒，菲律宾可能会通过紧抱美国大腿，拉拢更多域外国家介入南海对抗中国，然后逐渐升级挑衅力度。但他也强调，无论菲方做什么，事实上都无济于事。这一点我觉得菲律宾也走偏了，也有点天真，因为中菲之间的事儿通过谈判解决，我认为他是在和平解决仁爱礁问题上面。原来中菲之间是有共识的，你可以对这些住在这些岛上面的海军陆战队员，我们允许你进行人工补给、人道性质的补给，淡水啊、食物啊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试图用钢筋混凝土加固、永久控制，甚至把它建成军事基地，这是中国绝对不允许的。所以他不要抱有幻想，我有那么多国家支持我，然后铤而走险采取冒险性行动。厦门大学教授傅坤成表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像南海这样半封闭的半闭海，海洋事务本身就是由周边国家共管的，因此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介入南海事务，其成功的几率并不大。菲律宾很傻，他常常做一些怎么讲呢，就是短视的事情，这可能跟他的整个政治选举的制度有关。我们应该进行的是友好谈判，把南海我们之间免不了国家和国家之间都会有的一些争端冲突，把它和平的解决。采用这种正面直球对决的方法的这个马克思政府呢，可能他会自找苦吃。
据印媒报道，印度总理莫迪25号在班加罗尔试乘双座版印度国产光辉战机，成为首位试乘该机型的印度总理。作为已经73岁的一国总理，莫迪为何要亲自试乘本国国产战机？他在试乘之后大赞所谓印度国产军工进步神速，但为何有人讥讽纯属作秀？这款历经30年打造、号称印度骄傲的所谓国产战机，究竟真实战力如何？为何被印方寄予厚望，预定在迪拜航展上作秀，竟然在最后一刻掉链子？印度军工业到底实力怎样？来看看报道。印度时报报道指，莫迪25号在印度斯坦航空公司位于班加罗尔的试飞基地试乘了双座版的印度国产光辉战机。根据印度官方发布的视频，莫迪造型亮眼，一身飞行员装束，戴着墨镜和头盔，坐进双座型光辉战机的驾驶舱后座。战机滑跑时，莫迪笑容绽放，频频冲伴飞拍摄的战机飞行员挥手，还竖起大拇指。这次试乘时长为30分钟，结束后，莫迪意犹未尽地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这次经历极大地增强了他对印度本土制造能力的信心，并称赞光辉战机是印度的骄傲。这个飞机是用来打仗的呀，你虽然是印度造的，但是你这个性能不行，它印度的空军就不愿意用。本来就已经造完了，然后现在呢又不愿意用，那这个飞机就没法就是使用了，或者是说不能发挥作用了。那现在呢，印度总理亲自坐这个飞机，意思说你看它是安全的，我都敢坐，那你坐就是飞个起落，而其他的飞行员是要用它参战或者执行军事任务的呀，你还想把它改装成舰载机？你不具备这样的性能。不过，不少媒体为年过70的莫迪捏了一把冷汗，因为在刚刚过去不到2周的第18届迪拜航空展上，光辉战机就掉链子了。本届航空展吸引了超过95个国家和地区，1400多家参展商参加，展出180多架世界最先进的商用、私人和军用飞机。印度自产的光辉战机和中巴联合制造的枭龙战机，因为经常在国际竞标场合比拼，格外引人关注。印媒称，这2款战机之间有一场引人注目的对峙。退役印度空军元帅阿尼尔·乔普拉近期在印媒发表文章抹黑枭龙，称印度自产的光辉战机才是真正的黑马。但实际上据不完全统计，根据现有的合同，到2025年，枭龙的海外出口至少将达到185架，而光辉还只是在到处兜售的阶段。到目前为止，只传来阿根廷计划购买15架光辉战机的消息，但由于阿根廷政府年底将迎来大换血，这15架昂贵的光辉战机是否真卖出去了，还是个未知数。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11月15号迪拜航空展才开始2天，就有社交媒体传出消息称，印度的光辉战机被移出了表演列表。在后来的飞行表演中，果然没有看到光辉战机的身影。根据外媒披露的信息显示，是由于 LCA 光辉战斗机的座舱显示系统黑屏，为此不得不终止了飞行表演。光辉和枭龙的首次遭遇战就以这样一种戏剧化的方式戛然而止。印度的这个光辉战机呢，虽然性能是和枭龙战机差不多或者是说稍微弱一点，但是呢，它的核心装备可是源自美国的这个就是404发动机型号的发动机，还有其他的一些导弹，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导航设备，这都是源自其他国家。我不但要看印度的眼色，我还要看美国的眼色呀。那这样的话一比较，它就存在着一个差距。光辉战机号称是世界上最小最轻的超音速战斗机，但它并非是100%国产货。现有的光辉 MK1 型本土化率只有50%，升级版的 MK1A 本土化率也只在55%到60%之间。其中发动机是来自美国，空对空导弹部分来自俄罗斯或以色列，雷达是以色列技术，远程精确制导弹药则由阿联酋研发。即使本土化率不高，印度也历经33年才完成了光辉战机的研制。其研发最早于1983年启动，目的是代替老旧的米格21战机。当时印度雄心勃勃，要求一切都由印度研制，给出的进度表是到1996年实现首飞。结果几年后，印度发现不行，只好找来制造幻影战机的法国达索公司帮忙，最终在2001年完成了首飞，比计划晚了5年。再加上印度军工企业内部管理混乱及政治因素，光辉战机直到2016年才开始服役，整个研发时间长达33年。这也意味着光辉一服役，性能就落后了。此外，受到产能的限制，光辉战机服役至今已7年，但仍不能大规模装备部队。
据印媒报道，印度空军已在印度南部的苏鲁尔空军基地部署了一个中队的 MK1型光辉战机。该中队今年可能转移到克什米尔山谷印巴边境。这么做的目的是让飞行中队获得在山谷行动的经验，同时测试飞行的性能。另外有报道说，还有一个 MK1型光辉战机中队将搬迁至古吉拉特邦的前线空军基地。印媒称，第一个升级版的 MK1A 中队现在才打算在拉贾斯坦邦的一个空军基地组建。此外，今年2月6号，光辉战机的舰载版首次成功在印度国产航母维克兰特号上起降。印度海军发言人随后发表声明说，这表明印度有能力设计、开发、建造国产航母，并在航母上运作本土制造的战机。但是，印度海军已经明确表示，目前不会采用这型国产战机充当国产航母舰载机。印度教徒报分析，莫迪的这次亲自试飞行动可能会推动印军光辉战机的采购，因为印度国防采办委员会预计再批准采购97架光辉战机。虽然多数装备升级计划还只在纸面上，但印度空军已计划打造2代光辉战机。据报道 ，MK2型光辉战机计划在5年内做好生产准备。印度空军预计订购超过100架，其发动机将升级为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 F414。美国向印度提供 F414发动机是今年年初印度总理莫迪访美取得的成果之一。印度希望 MK2的本土化生产率提高到75%。在27号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对巴以双方释放被扣押人员的做法表示了欢迎。他指出，通向和平的步子再小也值得鼓励，保护平民的困难再大也应当克服。中方多次强调，暴力无法换来真正的安全，武力不能赢得持久的和平。中方欢迎一切有利于促成停火、缓解局势的努力，呼吁有关各方切实落实联合国安理会第2712号决议和联大紧急特别会议相关决议，共同有效履行临时停火协议，并使其得到延长，实现真正持久的停火止战。汪文斌还宣布，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国，将于29号举行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赴纽约主持安理会会议。中国希望通过举行安理会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推动各方深入交流、凝聚共识，为缓解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危机、实现停火止战、保护平民，最终通过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进一步采取切实行动，做出应有的贡献。26号第5届世界科技与发展论坛的平行论坛之一，首届世界能源材料大会暨国际能源材料展览会在深圳举行。全球70多位能源材料领域顶级科学家齐聚一堂，为应对全球能源挑战积极建言献策。大会同期举行第8届世界材料高峰论坛，面向全球发布《全球能源材料发展深圳宣言》，提出氢能是未来全球能源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和主要方向之一。宣言倡议要突破新能源材料的主要短板，加快布局前瞻性、颠覆性新技术的探索研究，倡议开展更加紧密的国际协作，稳步拓展绿色能源材料全球朋友圈，加快绿色能源材料及技术的国际科研合作、产业合作、运营合作等。本次大会邀请了全球70多位能源材料领域顶级科学家、1500多位专家教授进行学术交流，旨在为各国政府、企业和学术界搭建一个交流合作的平台，促进能源材料领域的创新与技术转化，推动能源产业向绿色、智能、高效方向发展，共同应对全球能源挑战。本次大会设立2个主论坛和24个专业分论坛，通过现场学术交流讨论，全方位多角度聚焦能源材料领域的发展现状和最新研究进展，探讨了能源材料的前沿科学与技术。新能源现在是一个全球发展的一个焦点，特别是材料，它是这个新能源发展的一个基础，所以这次的大会也是非常及时。深圳一个最大优势就是它能够把这个创新的一些思路能够快速的在这里落地生根，然后甚至发展壮大起来。值得注意的是，本次论坛的组织和筹备得到国际材料界的积极响应。欧洲科学院院士任广瑜、王忠林、法国国家科研署专家、法国洛林大学教授让雅克等数十位全球一流的能源材料科学家在主论坛做报告。China has a lot of people here working in science, and it is true that they have been always specifically in materials and sciences in applications.
And really, when you can see now how electric cars in the world, the batteries, we move from lithium to sodium now, how China industry really move on also and is taking off really definitely in the world on that. 为激励年轻一代的材料学者迎接全球能源问题的挑战，本次主论坛特别增设45周岁以下全球杰出青年科学家报告会。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严和教授是本次大会杰出青年科学家代表之一。他在报告会上分享了有关有机光伏的研究成果，并且提出了未来发展的建议。这个领域恰好是中国科学家占有绝对优势的领域。可以说现在最高效的有机光伏材料95%以上都是出自中国科学家的这个科研，可能还保守了一点，还更多，所以这是我们这个不是说弯道超车，要保持我们的优势。本次大会也吸引了不少相关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来到现场参与，对他们来说，现场聆听学术大咖的讨论，感受本学科的前沿发展，无疑是受益匪浅。我是从陕西西安那边西北工业大学过来的，然后我是做化学催化方向的，来深圳参加我们这个首届能源材料会议。我们私底下也是可以和其他就是一起来参会的老师呀、同学们就进行一些交流，在科研一线方面的话，就可以就是很好的、更加真实的感受到别人的一些想法，然后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很大帮助的。